现在开始测无极 22500S 的性能，以及发动机的动力曲线还有震动。首先看一下各档位的级数，一档表现可以达到101，但是 GPS 在96左右，所以这台车还是需要二档过百。二档的表现是138，表现的最高转速在13500转左右。三档最高表现176，四档的表现可以达到211。从速度的上升趋势来看，这台车的极速有可能到235，而且这台车的价格是28900，目前算是这个价位配置最高的500排量的四缸机。并列4缸475的排量，16气门，12的压缩比，最大功率 77.5 匹，12500转爆发。车的整备质量是192公斤，这个参数和6万元的川崎 4R 差不多。在测百公里加速之前呢，首先看一下中段加速，40到100、60到120的成绩。有这个数据呢，是可以不用测百公里加速，就可以推断出它百公里加速时间在什么区间范围内。40到100 2.9秒，60到120呢 3.4秒。0-100的成绩呢，看的更多是40到100的数据。我们来看一下我数据库里面的数据 ，2.9秒，应该在百公里加速 4.1 到 4.2秒左右的车的区间。要想0-100进3秒俱乐部，40到100的成绩必须要靠近 2.7秒。好，现在开始测0-100的成绩。川崎 4R 80匹，国内传动是 4.5秒，而国际传动呢是 4.2秒。所以小排量的四缸机加速能力受传动的影响是比较大的，因为大多数小排量的四缸机的功率是靠转速堆积而来的，功率呢是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，所以转速越高，做功的次数越多。转速高的同时呢，扭矩也会相应被推后。最终无极这台四缸机百公里加速的成绩是 4.2秒，0到180呢是 14.6秒，而04的成绩呢是 12.6秒，撞线速度是 172.2。数据呢也放到我数据库里面了。如果再调一下齿比的话，3秒俱乐部也是可以进得了了。为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这台发动机的调教，所以给它上了马力机。这台车的下线油耗上期测过了，油耗目前是这个级别中最低的。如果能做到马力也不差，说明这台发动机还是调得比较好的。油耗高，而且马力又一般，这类呢就是调得比较差了。连续测了4次，第4次的马力是 70.26 匹，而扭矩显示 41.4， 而最大的一次测出来的是 70.8 匹。数据呢中规中矩，因为这台车的设定的功率是 77.5 匹，川崎 4R 是80匹。我们看一下 4R 之前我测的马力图，最大马力是 72.8 匹，扭矩 34.7。从曲线的平滑度来看，无极要更加平滑一些，而且扭矩平台要更加广。最大功率并没有一味去追求，所以就可以看到还在上升中被拐了下来。如果能再做出一个功率平台，那就更好了，或者把转速再延后1000转，拐点呢会被推后，就形成一个功率的平台了。但是工程师并没有一味的去压榨它。无极这2年对发动机调教进步是挺明显的。这是无极 CU525 的曲线，这条呢是 CU625 的，平滑度呢都比较高，而且扭矩平台也比较广。我们看一下本田 CN500 呢，还有 CB500X 呢，无极有慢慢靠拢本田的趋势的。如果质量上也能跟上，产品力呢也会得到提升的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发动机的震动。我们看小水平的页面，水珠有点轻微的弹起来，但是还算不明显。有几台四缸机水珠是能弹出小水平的，小排量四缸机通常没有加平衡轴，所以这个震动相对来说算优秀。因为这台车是新车，磨合后震动还能更加小，马力也会大一些，油耗还能低一些。这是有多台车的测试依据的。我们听一下发动机的运行声音。这台发动机采用的是自行摇臂，相对来说会没那么安静，能听到一些摇臂气门的声音。因为多了一个零件，多了一个间隙，我们国产的另外一台车也采用这个结构，所以声音上会有所相似。发动机除了这个结构固有的声音，整体来说算良好。这部分呢属于中上水平，比它声音纯的有，比它声音差的也有。最重要的，这台车的价格只有28000，后多连杆铝合金后平叉，油耗还有发动机的平顺性还有震动都做得比较出色。当我测到制动距离的时候，这台车100到0的刹车距离居然刹出了 36.3 米，目前来说也是同级别中最强的。前面配的是2个日清对式活塞。我们接着看下一期。